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们一起做我们的周末复盘、周末漫谈。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品读的禅师，这个原文的段落呢，内容比较多，也非常经典。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教你炒股票第80课：市场没有同情，不相信眼泪。禅师在2007年9月11号的一篇文章。今天本应该说点别的，但市场一跌，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心情看别的，不妨再说一下股票。而股票又何曾是股票？把股票只当成股票，那当然会被股票所缠。股票从来就不是股票，而是你的贪嗔痴疑慢。没有任何的失败相关于股票，而只关于你的贪嗔痴疑慢。股票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道具。大家在读禅师的原文的时候，或者说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博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禅师的文章或者说教你炒股票这一个系列啊，不单单是讲的一个技术分析这么一个方法，它更多的时候会涉猎到很多哲学啊、心理学相关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佛学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禅师在这里也指出来了，呃，股票从来就不是股票，而是你的贪嗔痴疑慢。在你做交易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贪婪而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交易，还是说因为你的恐惧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交易，对吧？可以回想一下，复一下盘，把你做的这些交易，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做一下，是不是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贪嗔痴疑慢而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交易呢？对不对？所以说，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更多的找一找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些贪嗔痴疑慢的一些，人性方面的东西。在西方，真正在资本市场上有成就的，基本都成了哲学家，没有对市场的洞察，靠整天这消息那题材的折腾，那永远只能在散户的区间中震荡。有此眼界不一定能达此高度，毕竟眼高手低也是通病。但无此眼界就一定不能达此高度。本 ID 有时候喜欢用一些刺激性的语言，为什么？就如棒喝，就是要刺痛你，激发你的贪嗔痴疑慢，这样才有醒的一天。所有希望来市场寻找温情、同情、眼泪的，都可以回家磨豆腐。这些玩意儿市场里什么时候曾有过？在市场里要成功，除了比市场还要强悍，别无他法。市场出现卖点，你还幻想着火星，那就回火星去吧。地球需要的是手起刀落的强悍，说的非常直白呀。那么，很多人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市场里面，不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要更多的关注于什么消息啊、题材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什么拐棍儿啊，更多的是要看到买点和卖点。出现买点了你就买，出现了卖点了你就卖，可能这些比你去找更多其他的东西，可能能够对你的长期交易来说更有帮助，对吧？市场没有逻辑，本 ID 的理论给了市场以逻辑。一，所有的顶点都必是顶分型，这是本 ID 理论的一个最简单的结论。从这可以严格推导出什么？就是一旦出现顶分型，离开就是唯一的选择。至于顶分型后是否形成比，那是离开后再判断的事情。顶分型后无非两种情况，无非两种选择：一，形成比，也就是构成一个顶分型，底分型与顶分型间有不共用的 K 线；二，不形成比，也就是构成底分型与这顶分型之间有共同的 K 线。简单画一下，我们呃在盘中解盘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任何的顶点都必须是顶分型，任何的底都必须是底分型。但是呢，禅师说了，出现顶分型，离开就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就是用你简单的方法，对吧？你就用顶底分型来交易没有问题。出现顶分型了你就卖，出现底分型了你就买，这是相对模糊的一个交易。那么如果说这个这种上下的话，比如说这个上
这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然后出现顶分型了，你卖掉，下面的底分型你买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这个顶分型啊，它如果说是一个中继的话，那就会向上延续。你在这个位置卖了之后，你要去看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对吧？有没有背驰？比如说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那你就要去它的15分钟上，或者说5分钟上去观察，它这个小周期里面是不是出现了盘整背驰，是不是带中枢的一个，然后进入段离开段也有，然后出现那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有背驰的时候，你就要买回来。你出现顶分型之后，不是说就要等待回撤一笔，那么你要降低周期，利用区间套的方法，而不是说单单看一个周期。如果说你单看一个周期，那它在小周期出现背驰的时候，你买不回来，那这个中继就继续向上延伸的，很多这样的图形的，对吧？但是禅师说了，一旦出现顶分型，离开就是唯一的选择，对吧？这也是你如果说想交易的一个单周期的话，没有问题。你如果说只交一个周期的话，出现顶分型你就卖，出现底分型就买也没有问题。然后他说的这个形成比的话，就是构成一个底分型与顶分型之间有不共用的 K 线，就是出现了顶分型，然后中间有一根不共用的 K 线，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然后再出现那个底分型，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一直说形成一笔要构成5根 K 线，就是1、2、3、4、5，对吧？就是底分型和顶分型之间要有一根独立的 K 线。那么这个 K 线，比如说它是往上一点，再画一种特殊的这个模式，这是顶分型出现了，然后中间一根 K 线在这里，然后这是底分型，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中间这根 K 线跟前面这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也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新笔。因为禅师定义过2种笔的画法，一种是我们经常学的人就知道，一个是老笔，是没有包含关系的，就是形成了顶分型，中间这根 K 线，然后形成底分型，对吧？这是老笔，我们管这种笔叫老笔，就是管后定义的这种有包含关系的叫新笔。至于你在你的交易过程中用哪种的话，你可以自己选。你用第一种的话，就一直用第一种；你选择用第二种的话，你就一直用第二种，你不要切换，对吧？2种都可以，区别就是，如果用第二种的话，它形成笔的次数就多一些，那么你可交易的机会就多一些，就这么点区别，没有其他的区别。所以说没有好坏的区分，而在于你自己是想多交易一些，还是少交易一些。对吧？就这么点区别，所以说选择一种之后就延续一种就好了，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选择。那么不形成比的话，就是构成顶底分型之间有共用的 K 线，那么就是很简单，这是顶分型出现了，然后又出现了底分型，这样的话，它其实简单的话就是说只有4根 K 线嘛，这是一个顶分型，这是一个底分型，对吧？所以说它们之间没有需要有5根才可以。但无论哪种选择，都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反应。如果是第一种，那调整是大的；第二种调整是小的。这在昨天本案例专门写的课程里有很多例子反复说了。为什么？因为本周3600点以来，第一次有绝大的可能出现了周线上的顶分型，这可不是今天才说的，这是禅师以这个A 股在这里做一个例子。那么这么明确的知道了这一点，按照市场的逻辑，正如昨天的课程里反复强调的，注意顶分型的时候是形成顶分型那天冲高卖，而不是收盘等顶分型都很明确了再走。那么对于周 K 线这一点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我在解盘中也说过好多次，就是顶分型结构一旦形成之后，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这是顶分型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那么什么时候形成顶分型呢？是第3元素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第3元素跌破第2元素。重复一下，第3元素跌破第2元素的低点之后，这个顶分型就形成了。那么禅师说了，顶分型的时候是形成顶分型那天冲高卖，也就是说第3元素跌破第2元素之后，它的次级别
现在是日线，你要去看它的次级别60分钟，或者是30分钟，次级别有一个冲高的一个过程，冲高但是不能够突破第二元素的高点的时候，这个位置去卖，而不是等收盘了，等顶分型都很明确了再走。那么对于周线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形成顶分型或者底分型的时候，不是形成之后在这个位置卖，你不是卖在这里，而是说它冲高的时候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你需要可能要2个周期的时候辅助看一下，它一个向上冲不能够再次突破第二元素的高点的时候，这个冲高这个位置卖一定注意，这是顶底分型出现之后的一个你做实战交易的时候一个这个小技巧。那么禅师在这里面明确的说出来了。2，中枢震荡的卖点都是出现在向上离开中枢时，这是中枢战法，对吧？我们一直说中枢震荡或者说箱体震荡，你怎么操作？这也是本 ID 理论中最简单的结论了。那么在最近形成的5分钟中枢中，任何向上离开5333点的震荡，最终都将形成卖点。当然，该卖点回抽，该卖点后回抽如果回不到5333点，可能形成第3类卖点。但这是卖点后的事情，没有任何可能比当下的卖点更重要。而且股票的交易规则没有规定卖了就不能再买，对吧？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其实就是中枢震荡，中枢震荡，然后有中枢了，什么时候卖呢？是比如说这前3笔构成中枢，这个是1、2、3，这3笔构成中枢，后面的比如它往上走的时候，它也可以往走的力度很强，对吧？你是在本周期，你可能看不到它的这个力度是不是有衰竭，你需要降低周期，在中枢上方力度衰竭或者中枢任意位置力度衰竭的时候，围绕中枢震荡的时候，那么你需要降低周期去看它。那么中枢上方去要卖，然后呢，它这个回拉的时候，这是禅师说这个，如果回不到这个中枢里面，就会形成一个3买，那么可以继续上升。如果说回拉你逃逸的速度不够强，是要被拉回到中枢里面来，继续进行中枢震荡。那么什么时候用来判断是否继续延续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3买和3卖，对吧？这个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中枢，什么时候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就是震上去了，然后出现一个3买，或者说震下来了，出现一个3卖。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是要走一个反向了。这里是继续延续，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走反向，对吧？所以3买和3卖是用来判断是否围绕中枢震荡的。那么你在操作的时候，就是向上走的时候，力度衰竭了就卖；向下力度衰竭的时候买，而不是说上去就卖，下来就买，而是说它的力度要衰竭，是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力度出现背驰的时候。归纳上面3个最严格的判断，那么该干什么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本案例在昨天特别强调，这时候宁愿卖错，绝不能买错。为什么要强调这？就是本案例知道很多人被自己的贪嗔痴疑慢所迷惑，宁愿用10几点去对赌几百点，用1%的可能去对赌99%的可能。如果1%可以换来100倍的收益，那当然没问题。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什么还要坚持？说白了，只有5个字：贪嗔痴疑慢，对吧？我们在交易的时候，也就是经常要看这个盈亏比的。你很多位置，你要去比较一下，我在这个位置进场，比如说这是一个中枢震荡，我在这个位置进场，然后我的止损很小，那么我期待的是，如果说它在这里不打掉我前面那个止损，这个1买这个位置的话，我在这些位置都可以进，这是2买，这都是2买，对吧？我在2买的位置进去之后，我们就盯着1买，1买就是你现在计划你的交易，就是这里能够出去打出去之后，看能不能够形成3买之后继续向上延续。这样的话，就是左侧是一个趋势下，然后右侧看它对应的是一个盘整上还是一个趋势上，对吧？在这些位置你买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参照物的，你是有1买做参照的。那么1买你的止损相应的就是在1买这个位置，它下面一点点，你这个空间是可控的，一定是可控的止损，
对吧？然后对应的这个空间，比如说那个这里要亏损，打个比方，你要跌10%，然后向上的空间可能要20%或30%，你这样的话盈亏比就是合理的，对吧？就是比如说是亏1，然后亏10%，然后赚20%，甚至30%，你这样的话你的盈亏比是合理的。但是你不能说啊，我在这个向上的一个走势类型，我在这个位置，哎，跑掉了，然后在这个位置买了，然后我期待这里还能够再打出去多少，然后我的止损，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止损可以正好就放在这个中枢下面，放在个5%到10%之间，然后我期待的上面再能够走出去一个几百的，对吧？那你这个就不合理了，因为它是2个中枢了已经，无论是什么级别，大部分周期上，当然了，在外汇上可能它这个延续性比较好一点，它在上面可以出现3。或者说是出现4个那个中枢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股票里面，2中枢结束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么已经出现2中枢了，你还期待上面还能出现多少多少的一个涨幅，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你这样计划你的交易就不合理了，你的盈亏比就不合理了，你就是拿着1%期待着99%的可能，这就是赌嘛，对不对？对于散户来说，本质上没有卖错，只有买错。为什么？卖错又不会亏钱，买错就不同了。卖错了有钱，这么多股票可以被面首，为什么要一棵树吊死？我也这个在我的解盘中也经常重复禅师说的这些。我们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尤其是你在赚钱的时候，就是你已经买进去，然后它上生长了，然后你赚钱的，这个时候你卖的时候完全可以大胆一点，你宁可少卖一点，也比你一直傻拿着强。很多人一直傻拿着就来回坐电梯，对吧？你那个卖错了的话，你可以再买回来嘛。你发现，哎，你这个位置减错了，它又上去了，你可以找小周期的回落，再给它买回来，对不对？你可能会损失一点点的这个有一点点的损耗，这个是很正常的。在交易里面出现这种损耗是非常正常的。你只要长期的大走势是向上的就没有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你卖掉了，然后下来了，你就有机会买回来。你在这些位置不卖的话，它就会一直震。很多时候，你不要怕说，哎呀，我这个位置如果说卖了的话，它又继续向上生长，那没有关系，我可以从它的小周期里面，比如说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那我可以去更小的周期，它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虽然说在60分钟上可能是一个单边的一个上涨，但是在它在5分钟。15分钟上还是有回落的，我可以去它的小周期，再把我之前卖飞的这一点点仓位再买回来，对吧？我可能就损失这一点，但是后面的大的上涨我是还能吃回来的。但如果说你没卖，它如果说震往下走了，那你就相当于就所有的那个在这里坐电梯，不但坐电梯，还会套更多的成本在里面。而且实际上，只要你不被自己的贪嗔痴疑慢所左右，根本也不存在卖错的问题。很多人在连日顶分型的雏形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卖，为什么？只不过是贪嗔痴疑慢，觉得高了，觉得恐慌了，觉得惊吓了。而到真正的顶分型出来，反而要假设这顶分型是假的，调整一下就可以突破的，就不觉得高了，不觉得恐慌了，不觉得惊吓了。人的颠倒往往如此。我们也说，在你做进场买或者卖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双触发，对吧？但是无论是单触发还是双触发，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什么是双触发或者说单触发。这是一个下跌，然后出现一个顶分型，然后你用顶底分型的交易方法的话，出现顶分型了，你买一下；出现底分型卖一下，这就是单触发，你就不去结合多周期。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的话，那么我们要结合多周期，要看这个下跌这段它的内部，这一段内部的这个次级别，要看一下60分钟，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去看一下30分钟，这2个周期的这个级别几乎相等，但是不是100%相等。这2个周期你去看一下它的内部有没有盘整背驰，甚至是带中枢的，有的时候带2个中枢，还是带1个中枢，还是说是一个3段的出现盘整背驰了，对吧？你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所以说这是双触发，因为什么呢？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你的进场的这个位置的精度更高，更接近于最终的这个拐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双出发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出现顶分型的时候，我这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没有出现顶分型，那你就不能进，你就需要等待顶分型，对吧？很多人着急，但是呢，如果说出现单 K 的时候，那就看你自己的经验了。很多时候，什么叫单 K 呢？啊，它这个里一直下跌，没有出现底分型，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下影线非常长的一个 K 线，对吧？这个时候，在这根 K 线收 K 线的时候，收线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尝试先进一点的话，可以尝试先进一点，不用等待出现底分型的时候再进，也是可以的。这是在特殊位置的时候出现单 K 反转的这种情况的话，你也是可以先进一点的，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因为它这里结束的，你再结合一下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这样的话，你这里这个单 K 反转这个位置进场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就更高一点。所以说不需要等待出现真的底分型的时候再进，因为你进场的位置可能比出现底分型之后的位置更理想一些。那为什么不可以早进一点呢？这就是更多的要看你个人的这个经验了，对吧？来本 ID 这里，如果真的是想洗心革面，就要首先掌握本 ID 的理论，然后用该理论去操作，在操作中把自己培养成钢铁战士。钢铁战士的最基本标准是什么？一，买点总在恐慌的下跌中形成，但只要买点出现，就要义无反顾的买进。二，上涨总在不同情绪的交织中进行，抵抗住各种情绪的干扰，用钢铁般的意志把股票持住，绝不中途给抛下车。三，卖点总在疯狂的上涨中形成，只要卖点出现，手起刀落，让股票见鬼去。四，任何的操作失误只是一次跌倒，跌倒就爬不起来的，绝对不可能是钢铁战士。失误就要总结，绝对不在同一错误上犯上两次。五，买错比卖错严重，一旦确认买错了，一定要手起刀落，让股票去见鬼。如果市场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你没把握，也就是第二类买卖点，那就买豆腐回家。如果市场给你第二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你没有把握，也就是第三类买卖点，那直接就回家磨枪，对吧？为什么会有1、2、3类买卖点呢？对不对？这就是市场还是仁慈的。六，市场只有你才能帮助你，被市场毁掉的是你，战胜市场的也是你。你比市场强悍，市场就是你的，否则你就是市场的点心。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没有人是你的拐棍儿，只有你才能依靠你自己。你所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任何的买卖点都要你自己去操作呀。你只有你去点那个鼠标啊，你期待着别人哪个大神或者哪个股神告诉你这个位置可以买，那个位置可以卖，那这是不切实际的。你只能依靠你自己，这一点一定要时时刻刻告诉自己。七，踏准市场的节奏，就可以在刀山火海中逍遥游。但你没成钢铁战士之前，最好还是要有自知之明。本 ID 反复强调，如果你技术不行的，没有手起刀落的修为，就先把仓位减下来。那么很多没减的，又没有手起刀落修为的，是不是又被贪嗔痴疑慢，对吧？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仓位的一个控制。长期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仓位你能不能控制好，低位的时候仓位够不够大，上生长的时候仓位有没有减少，或者说在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中枢震荡上方减一减仓，在中枢震荡下方加一加仓，其实就是一个仓位的一个管理，仓位的一个配置。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更多的需要去练习这方面的一个东西。没有到那水平，没有能在刀锋上舞蹈的水平，就别玩悬的，干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市场中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杀牛用鸡刀，屠龙用鸭刀，最后都被鸡了鸭了去了。禅师的比喻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什么叫杀牛用鸡刀，屠龙用鸭刀，对吧？就是你的用的工具不对呀，就是德不配位呀，对不对？你杀牛的时候用鸡刀，你的工具不好使啊，对吧？好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个自己能力不够，然后还要做特别难的操作，那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很多人特别愿意做日内交易，
那做日内交易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你需要判断的非常精准，然后呢，你又非常有纪律性。出现亏损的时候，或者出现你的判断失误的时候，一定要敢于止损，手起刀落。你没有这种能力，又想做短周期的，那你不是最后被鸡了鸭了去了吗？市场上不是每一笔钱都适合任何人去赚的。面对市场的机会，少点贪嗔痴疑慢，认清自己的能力，这比什么都重要。市场是连续的，高位走了不是天堂，高位没走不是地狱，大跌不过是下一买点后大反弹的前戏，这一切都逃不过本 ID 的理论，而是否参与，则与你的操作级别相关，也和你的操作能力相关，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位置没有卖，那个位置没有买，其实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操作这个股票的股性还不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缠论呢？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分析的理论，它是一个3个维度的这么个东西，技术面、基本面、比价关系。只有3个方面组合起来才是缠论的一个交易系统。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的那个股票的股性或者基本面非常好的啊，你在高位，打个比方说英伟达吧，在这个DeepSeek 或深度求索这件事情没有发酵之前，你没有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它不又弹回来了吗？对不对？只要它这个股性好，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太差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卖也好，没有减也好，都不是太大问题。如果说你的周期也不是特别小的话，但如果说你参与的周期特别小，你的仓位又很大，然后你的股票的股性也不行，那你就彻底完蛋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从3个维度来选择你的交易标的，或者说你长期要搞的这个票，而不是说单单看那个技术面。技术面重不重要啊？重要，但是更重要可能是基本面和它的比价关系。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比价关系。所谓比价关系就是你先选择行业，先选择你要要找的是 AI 那个板块啊，还是什么这个电力板块啦，或者说那个新能源板块啦，或者说这个电动车板块，先选板块。选完板块之后，选每一个板块里面的龙头，对吧？比如说这个芯片板块，那龙头肯定是英伟达。那么我们只操作龙头，每一个板块里面只操作龙头。那么比价关系就是龙头老大跟龙头老二的跟这个行业老二的这个地位比较。那么如果说行业老大的这个市值跟行业老二的这个市值比较的话，没有老二的市值大，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大开始衰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把这个一些资金要配到老二身上。在没有出现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只操作每一个行业的龙头，因为这就是赢家通吃嘛，对不对？所以说，选行业，然后用比价关系选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来，然后只操作龙头，不操作其他的。很多人愿意说啊，我这个龙头也配置一点，然后这个其他的行业里面的其他公司也配置一点，好像是分散风险，其实是完全是错误的。完全错误。比如说拿英伟达跟 AMD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很多人已经发现，很多时候英伟达可能也跌，但是 AMD 也没什么新闻，跌的更多。然后英伟达出现反弹了，AMD 继续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你每一个行业一定用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为什么其他的面我们在这个分析里面不经常说呢？因为它的变化的频率低。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它的变化频率非常低，可能1年2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你不需要天天去分析它。很多小散户天天分析这个基本面那个基本面，哎呦说的头头是道的，你回头一看1、2年都不带变化，你天天说它没有意义呀。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说技术面呢？因为技术面变化大呀。即使像英伟达或者苹果这些公司，它的技术图形上每天日线上也是上下翻飞的。你可以利用我们学到的这些技术分析，然后让我们的资金利用率更高一点，涨上去了我卖一点，下来了我又买回来，来回这么折腾，你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能够长期持有这支票，能够让你长期持有的时候心态是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做差价，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长期持股，发现没有？没有人天生就是胜利者，也没有人天生就是与失败为伍。人人是佛，无一人可渡，无一人须救。人人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大地，又何必憋屈了自己？这篇文章啊，第80课，我建议大家自己去把第80课通读一遍。哎呀，句句真言，
所以说，你自己通读一遍之后，可能得到更多的心理体会。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平常做的这个大复盘。首先看一下下周，下周的话，周二有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他要可能去参众两院去做这个 testify。那么这个可能会有很多比较尖锐的问题要问到他。然后他一般都是2天，周二和这个因为是参众两院嘛，所以说是周二和周二和周三，对吧？那么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对那个今年之后的一些展望的一些问题有没有能够出来。那么在最重要的话就是周三的这个 CPI 数据，对吧？那么然后周四也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然后周五还有一个零售数据，可以相对的关注一下。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周三，那么波动还是会相对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财报方面的话，现在大的科技公司都出完了，就剩一个英伟达了。英伟达的话是比较晚，应该是在2月26号，所以说在月底呢。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呃这个分析。先看一下这个标普，看一下大周期的。那么大周期的我们也看一下，先看一下月线上。那么月线上现在其实是3根 K 线都有包含关系，发现没有？那么3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只有包含处理之后，现在包含处理之后顶分型也没有，那么就看它什么时候出顶分型。这是在月线上，然后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次级别，次级别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怎么说呢？现在它因为它的新的一笔，新的向下一笔也没有生成，新的向上一笔也没有生成，所以这个位置啊，类似一个中阴段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选择方向，它要么是再次向上突破6128，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6128的话，那就是向上一笔生成，它也可以是向下，向下的话就要跌破5923这个位置，跌破5923，那就可能是回落够一笔。所以说它现在这个位置就比较有意思，可上可下，对吧？因为它要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可能会出现周线上的一个盘整背驰。如果说向下来的话，那就会继续生成一个300，因为这个300还是针对下面这个中枢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位置，现在标普这个位置可上可下呢？它是比较复杂的，变化比较多的，所以说没有那个选择方向。等到选择方向之后，可能更好操作。如果说选择方向，出现背驰了，那就肯定要回来，在这里要做中枢，下面是大 A 中枢，然后在这里做大 B 中枢。如果说他要选择向下的话，那就还是可以买点啊，因为针对下面这个中枢，我们还是一个300，对吧？就是它没有选择方向。为什么说这段比较复杂呢？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以6128作为这个分割点的话，那么右侧的话，就看它右侧怎么生长。右侧现在这个在周五的这个高点6101.28没有突破这个历史高点6128，它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可能再继续向上选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是以5773向上生长，这样的话就可以生长出刚才我们说那个周线上那一笔，对吧？这是向上生长，也可以向下选择。向下选择的话，就看它是以3笔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以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再下来，以这种方式来构成。不知道，现在它没有选。那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次级别，就看一下这几根 K 线，或者说这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的一个 K 线有没有方向吧？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我们每天在周二、周四做解盘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现在这个以6128作为起跌点的话，现在有一个很清晰有一个中枢，那么就又切换到我们刚才学的这个第80课了，中枢震荡，对吧？那就好操作了呀。中枢上方力度减弱的时候减一减，中枢下方或者中枢内部，或者说中枢震荡的它任意位置，那么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再加一加，对吧？它没有方向，就是在做中枢震荡的操作。那么你有没有再出现中枢上方减仓，中枢下方或中枢这个出现衰竭的位置加仓，那就看你自己的一个能力了，对不对？那么更小周期的话，我们就不去看了。好的，那么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这个 VIX 这个震荡指数，那么它的话也是最低点在这个12.7，
出现12.7这个位置，我们之前说过，这里是震出来一个中枢。那么这个位置啊，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趴在零轴附近，这个位置有点像在蓄力，或者说在这憋大招呢，对吧？它在这憋大招，是不是要憋上去？这里的话要张嘴张上去的话，所以这个位置我们相对要谨慎一点，稍微小心一点。那么如果说它要是快速往上拉升的话，又借用这个零轴这个位置蓄力的话，那就可能当天就给你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线，或者说对这个 VIX 是上涨，那么对股票那边的话就是下跌。所以说我们通过 VIX 也发现，现在有可能大的机构在开始买期权对冲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做股票那边的话，也要这个位置也是你的仓位不能太大。不能太大，它因为两个方向都能选，而且又是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说你仓位相应的应该降低一点。如果说有能力你去买点对冲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也是，它现在从这个49050这个位置的话，下面有一个大 A 中枢，然后这里又震出来一个中枢，也就是大 B 中枢。那么就看这个大 B，它把这个大 B 中枢是不是要震出9段来？震出9段的话，这个就升级了，前面就变成进入段，可以继续往上走。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用的是同级别分解，那么还有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以19109,358作为分割点，那么左侧是大 A 大 B， 那么右侧的话，它可以在这里上去给一个二脉，然后继续震下来，看它是不是要这样选择，对吧？就是两种分析方法。现在就是第一笔有了，第二笔还没出现，那么第一笔也不能说它结束，因为它的内部还不够相对饱满。我们可以看一下4小时。从这个最高点4小时有一个中枢，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其实给了一个三脉，这里是震出来一笔，这个位置其实是4小时的一个三脉。那么看它是不是要再次打一个低点，出现盘整背驰，还是说那个不背驰快速下去，然后在下面再做出来第二个4小时的中枢，上面是大 A， 下面是大 B， 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下跌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就看它怎么选。当然了，最好的是这里出现了这个三脉之后出现背驰，然后往上走，甚至不背驰的往上走也可以。就是这个下周初的这个选择是比较关键的。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然后再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上看一下这个裸 K，上周啊或者本周刚过去的这周，跟这个1月27号这周的 K 线形成了包含关系。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先把它画成一笔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个最高点153跌到这个最低点114，这个里是回撤是够笔的，有5根 K 线了，前面这里也是回撤够笔。那么从起涨点10.81这里的话，它这里只是一个进入段，3笔构成一个进入段，2笔回落，现在其实构成一个中枢，这是一种方式。构成中枢之后，它可以继续向上选，对吧？这是利用这个同级别分解。还有一种就是非同级别分解，以这个153作为这个分割点的话，左侧一个5浪，1、2、3、4、5，然后右侧可以上去给到一个二脉，然后再次下来，也可以的呀，对不对？没有人规定必须要形成中枢往上走的，没有规定，哪有这种规定呢？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张嘴 ，MACD 向下张嘴张太利啊，这个DeepSeek 或者叫深度求索这个事儿啊，没有完全消化呢，现在还没有定论呢，是不是还要继续要大力投资这些芯片，或者说投资这些卖铲子的这些公司？还是说要更加关注软件公司，更加关注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那个硬件，也能做出来很不错的模型？对不对？所以现在市场又开始在思考了。那么我们相应的不要觉得啊，这个位置震一震肯定能上去，没有一定的事儿。上去到了这个位置不能够突破153，或者说突破了153，力度不行，出现了背驰，我们也要卖。针对英伟达的话，已经过了那种下跌就那个盲目买，或者说下跌就闭眼睛买的那种阶段，已经过去了，对吧？如果说真的出现更多的。或者说其他这个业内这帮人，如果说发现不需要投入这么多大量，也能有很好的模型的时候，那么英伟达可能现在估值就有点高了。那么在日线上的话也是，它这波反弹是够笔了，前面第一次反弹也够笔了。所以说呀，如果说以153作为分割点的话，这里作为进入段，2次反弹都有了，而且啊第2次反弹也碰到了前面第1次反弹低点，这里是可以有中枢了，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有反向中枢了。只不过就是这笔反弹可以再向上延续嘛，对吧？它甚至可以到这个位置。
两个高点一连线，会达到第3个位置。你这样的话，它可以到这个里，到这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次反弹、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再下来，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它具体是怎么选，但是它马上要到一根均线这里，120天，发现没有？120天均线离这个现在的价格已经不远了，120天在132附近。如果说怼到了120天，然后力度也不行的话，那就要继续看走反向，是不是要再次打掉113，还是说能够给到一次回撤，然后不跌破113，会出现一个2买，然后再上去，这样的话也可以，那就变成了一笔下一笔上，在周线上，这是这个英伟达。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先看一下周线，周线的话是从138这个位置起涨点的话是一个1、2、3、4。第4笔现在回落已经够笔了，现在是周线上已经回落够笔。那么周线上它这个回落的话，我们也是测过这个黄金分割的，这是快到这个0.5了，现在在0.5和0.382之间。那么周线上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以双触发的话，现在还没有进场的这个触发条件，对吧？现在就是看这个第4段什么时候结束，看一下第4段的内部日线上3笔。那么日线上这3笔，我们也测过这个空间等比例是在324.24。那么现在这段在周五的话又出现了一个小低点，但是它但是它的内部其实已经挺饱满了，上面一个中枢，2个中枢，但是呢，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是出现了一个扩张的，它完全是可以继续往下走，然后再出现一个扩张之后的中枢再结束也可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一个扩张之后，不代表它马上可以结束，因为这个扩张让这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了。跟趋势下是不一样的，趋势下的话，这个2中枢的高低点是不能有一点点接触的，所以说，有接触之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扩张中枢，它可以完全在下面再扩张出来一个大中枢来，这也是一个扩张的。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一个趋势下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具体怎么选的话，不知道，看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能够324，能够再给你反弹一笔之后再下来。这样的话也是一样，做一个反向中枢，跟刚才那个英伟达就很类似了。然后再看一眼那个苹果，苹果的话我们也说过，之前在苹果一直下跌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开始提这个苹果。为什么说苹果是可以买的？就是因为苹果也是一个 AI 呀，你任何的 AI 的这些 App 呀，什么 GPT 啊，你都需要手机来完成啊。你必须要在某一个终端上，对吧？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但是很多人是用的是苹果手机，或者说用安卓的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你要有终端呢，所以说苹果你是避不开苹果的，你所谓的 AI 这些东西。那么之前我们说也是可以操作它，它这个回落在周线上也是到了这个0.382，底分型也有了。那么现在就看底分型出现之后能不能够延续出一笔来，也是可以是一个中继的，继续向下延续。然后日线上，然后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开始说它，对吧？那么它这个反弹这一笔是可以做的，这个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因为财报的原因又下来了，现在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呢？就是说再次回落一笔，也就是说它需要打掉这个低点，再次打掉225.7之后，意味着回落够笔了。那回落之后看它能不能够跌破这个219.38。如果说不能够跌破这个219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2买再上去。这样的话，日线上3笔构成周线上那一笔的反弹。这个位置我们要多减一点，就是周线上那个大2卖，看它出现之后是不是要再继续下来，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回落够笔了，然后但是呢，它这个回落不能够结束，继续往下走，然后跌破了219.38，意味着这个形成了这个日线的3段，那么意味着周线上那个底分型就变成了中继的，那就延续了，就没有结束，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3段的盘整背驰，那么你再看是不是有这个背驰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再继续进，这就是说跌破219.38，这是还是第2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跌破了，但是没背驰，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进了。那任何的反弹都要先出来，那可能走5段，可能5段之后你才能进，还是说它要做成中枢之后再下来，也是可以的。这就走反向，就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更谨慎一点了。如果说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个第3段出现背驰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谨慎。其实针对这个苹果之后的一个演变，所以现在的话是不能进的，要等待再次跌破225.7之后。
如果说它也可以是什么呢？它也可以选择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就是说在没有跌破225.7之前，它选择突破247.19，意味着219.38上涨没结束。所以说这个位置其实在它的次级别是有震荡的，在本周期日线上它没方向。再看一下这个2024年的大牛股 Palantir。那么这个公司我们在之前这个跟过一段，但是后来之所以没跟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就怕在，因为我一直说的话，很多人喜欢追这种，对吧？会很容易套在里面，因为它在上涨过程中有过很多次大的回调，一旦你自己操作不好的话，是很容易套在里面。但是这个还是在2025年，它刚刚出了财报之后，也是大涨了多少？23.99%，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股票。但是具体它的估值也好，或者说它的有泡沫也好，这些我们都不去说了，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那么周线上的话，其实它还没有出现一个300，这里是出现过回落，针对下面这个中枢都不构成300啊，因为这个都不够比。那么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日线上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的。日线这里这个起涨的时候是有一个小中枢，然后我们之前分析过1、2、3、4、5、6、7，已经是第7笔了延伸。然后呢，在财报之前，我们还分析过第5笔和第7笔的这个力度。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就财报之前，我们用的是5和7去比较，然后我们当时得到一个位置。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看到没有？112.15。112.15，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测出来这个位置了，112.15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5和7位置空间相等的位置在112.15。我希望大家没有人去追在112.15之上，对吧？你如果追在这个位置，那就很可能要套一阵儿，它这里要有一笔回落，一笔回落之后碰不到84.79的话，还可以有一笔，可以有9，对吧？这是第8笔回落，可以有9的。现在它这个没走完呢，因为连周线上的300都没出现呢，你不能说它结束啊。所以说现在，而且这里只是一个浪形的模式往上走，连中枢都没有，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这个位置有能力你做空的话，你可以去做呀。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就是减仓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个位置现在还没有出现顶纹形呢，连顶纹形都没有。但是这个位置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点像单 K 反转那个模式了，对不对？特殊的位置，等比例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单 K，什么叫单 K 呢？上影线非常长，然后 K 线实体特别小，说明卖压特别重。那么这个位置出现单 K 的时候，你就减一点，卖一点，没有问题呀。这盈利已经这么丰厚了，你先减点仓有什么关系呢？等待它再次回落一笔，那么什么位置可以再进呢？再次利用黄金分割，对吧？那么看看是不是能够到这些位置，到96啊、89啊、83呢？到83的话，就碰到这个84.79了，那就偏弱了。最好是不碰到84.79，这样的话还可以有第9段或第9笔。其实现在就看它是在上面这里做中枢，还是说下来之后碰到这个位置之后做中枢，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基于这个 Palantir。然后再看一下 QQQ， 那么 QQQ 的话，周线上我们说过，之前分析过，周线上它其实是出现两中枢这个上涨。从这个254这个位置，下面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是第2个大中枢，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一个300出现了。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它因为新的一笔没生成，就是说向上一笔也没有生成，那么向下一笔你就不能说它结束，它也可以继续向下延续，甚至可以到481、468都可以，但是还是没有回到这个中枢，还是300，对吧？它也可以向上继续走，突破539，意味着这个笔生成了，那就是走 C 段了。第2个中枢的300，禅师在他文章，我们应该在上一次跟大家做周末分享的时候，你买的时候是买第1个300的第1个中枢的回落的300，而不是去买第2个回落的300，这都是尾段中的尾段了。一般这个 C 段是不吃的，这个尾段或者说这个吃鱼、吃尾、吃头和吃尾都非常非常难啃的。你有能力当然可以啃了，对吧？但是大部分人你可以不参与这个，就场外观望嘛。那么在周线上是刚才这个潜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潜在的一个300。那么这里是不是要往上选，还是说要一个向下延续？不知道啊，它是一个中阴段，这里没有方向。再次选择方向的话，是要再次突破533，或者说再次跌破510才知道，对吧？
很多人想我给一个明确答案，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办法预测。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呦，那你这个理论有什么用啊？你不能预测。很多人就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没有明确答案，市场都不知道要怎么选啊，市场也在等一个方向。所以说，这就是很有意思的。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干什么呢？等啊，对不对？很多人没有方向，我也想操作，那你就只能校定周期呀、你可以去小周期5分钟、15分钟上，甚至是日内的1分钟波动，你可以去操作的，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啊。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等出来结果，市场有选择了我才做，对吧？比进场的时候比市场慢一拍出场的时候比市场快一拍对吧？你不要抢跑嘛。市场还没有选择的时候，我先选择了，那你有啥意义呢？你选择完了，市场跟你选择不一样，对吧？那你不是吃亏吗？所以说，在没有方向的时候，在市场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那你就观望嘛，在这个周期，在这个周期是观望，在小周期的话，它还是有震荡的。再看一下这个罗素，最后看一下罗素。那么罗素的话，就是这个小盘股的这个 ETF 嘛。那么小盘股的指数其实相对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周线上，我们说过，从161这个上涨到244是一笔，回落一笔也够笔了，而且还离这个0.32非常接近，非常浅的一个回落，非常非常浅的一个回落。然后周线上这个也出现底分型了，那么就看这个底分型出现之后能不能够延伸出一笔来，对吧？延伸出一笔，但是不能够突破244.98，还是一个二卖，它会再下来，在这里做中枢，甚至是再次打掉213.79，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也是可以进的，对吧？就是现在做的就是看能不能够反弹出一笔来，其实就吃了这一笔先，继续这一笔能不能够再次突破224.98呢？不知道啊，你要跟踪啊，对不对？那么看一下日线上出现了这个周低的底分型之后，它的一个表现。那么它这里只有一笔上一笔下的一个现在一个状态，还没有出现第三笔。那么这里的话，它可以继续下来，其实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中枢之后再选择也可以。现在好就好在它这个 MACD 已经爬上来了，爬在那个零轴附近，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等待方向的一个状态。但更多的可能呢，或者说个人倾向的话，它是往上选。如果说这样的话能够张嘴张大起来的话，那小盘股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春天要来了。所以说可以，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罗素，可能小盘股的机会比较多一些。看这个图形上的话，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分析到这里了，再见。